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劲爆的相亲故事，保证让你们大开眼界，绝对是年度大戏，你们一定要听到最后。尤其是准备相亲的姐妹们和小伙子们，千万别踩雷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来自上海，35岁，爱美会打扮，家里条件还不错。小资家庭，父母是事业单位的，家里兄妹4个，她是大姐，下面还有2个弟弟1个妹妹。因为家里兄妹多，从小爸妈就教育她，以后一定要找个有钱的老公，不能嫁穷人，不然负担太重。她本人也特别喜欢奢侈品，平时买包买衣服毫不手软，所以对未来另一半的经济能力要求很高。男主角呢，是台湾人，职业先按下不表，但绝对算是年轻有为，经历过几次恋爱都没有走到最后。性格温和，平时很低调，不太喜欢炫耀，但对另一半是那种体贴入微，很会照顾人的类型。2个人的相遇可以说是机缘巧合，但双方家长一开始就坚决反对。女方父母认为台湾比较穷，怕女儿过去吃苦，男方家里则担心大陆女生都是拜金女，专门骗钱的，这文化冲突简直不要太大。不过男女主觉得可以试试看，于是约了一次见面。谁知道这次相亲简直让台南终身难忘。第一次见面，试探开始。这次约会地点是在上海一家高档餐厅，女主挑的，毕竟她要试探一下男主的诚意，看看是不是愿意为她花钱。她一出场，妆容精致，穿着某国际大牌的新款连衣裙，手里拎着当季热销的奢侈品包包，脚踩限量版高跟鞋，整个人自信又耀眼，一看就是精致生活的代表。台南一看到她，礼貌地点头微笑，你好啊，今天看起来很漂亮哦。女主听到这句夸奖，表面上淡淡一笑，心里却在打小算盘，这台男果然很温和，但不知道有没有钱。2人落座后，女主直接开门见山，你觉得我们这次见面有没有可能发展成未来的关系？台男有点惊讶，哇，你这个问题很直接哎，哈哈。不过我是很认真来认识你的啦，交往这种事还是要慢慢相处比较好吧。女主点点头，接着又问，那你觉得结婚的话，男生是不是应该要多负担一点？台男笑了笑，你说的多负担一点是指……女主轻轻搅拌着面前的柠檬水，语气随意地说，就像我们这边结婚的话，男方至少要给50万以上的彩礼，还要买房，最好是全款，车子也要有。毕竟结婚嘛，男方当然要有担当。台男听到这里，微微皱了一下眉，心里有点不太舒服，但还是保持风度。我们台湾这边比较少这种习惯了，结婚通常是2个人一起努力，比较不会说一定要男方出多少钱。你觉得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女主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当然是安全感啊。你想啊，女生嫁过去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没有物质保障，那怎么敢放心呢？台男心里顿时有点警铃大作，直觉告诉他，这次相亲恐怕有点难搞。聊了一会儿，女主突然话锋一转，拿出手机给台男看，对了，我最近看到一个包包特别好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台男一看，果然是奢侈品牌的最新款，价格5位数起跳。台男心想，第一次见面就暗示要买包包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他笑着说，蛮好看的哦，你打算自己买吗？女主轻轻摇了摇头，语气带着点撒娇，我在想，如果有心疼我的人，应该会愿意送我吧。台男这下真的确定了，这女孩是想试探他的经济实力啊。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套路的，心里开始有了打算。到了点餐环节，台男本来想说随便点几个菜就好，毕竟只是认识第一天，吃个饭聊聊天就好，没必要搞得太夸张。结果女主拿起菜单后，直接开启点菜狂魔模式，这个要1份，这个也来1份，这个我想试试看，
这道菜看起来不错。他一口气点了20道菜。服务生愣了一下，偷偷看了台南一眼，似乎在询问，确定要这么多吗？台南当时心里真的有点冒冷汗，哇，这也点太多了吧？2个人吃得完吗？不过他没有直接说出来，而是温和地问，你平常食量都这么好吗？女主笑着说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每道菜都很好吃，想试试看嘛。反正你请客，对吧？台南微微一笑，哈哈，是哦，那吃不完怎么办？女主轻轻撩了撩头发，那就打包呗，反正不能浪费嘛。台南这下真的确定这次相亲不太妙，必须得想办法脱身了。就在服务生开始陆续上菜的时候，台南看了一眼手机，假装皱眉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急事，可能要先走一下。女主一听，脸色马上沉了下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吃都没吃就要走？台南无奈地摊了摊手，真的不好意思啦，公司有状况，我要回去处理。你慢慢吃，不用等我哦。说完，他果断起身，快速离开了餐厅，只留下一脸震惊的女主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什么人啊？太没风度了吧！这场相亲就这样以台南机智脱身告终。台南走后，女主脸色变得难看极了。她堂堂上海精致大姐，什么时候被这样对待过？相亲遇到男人主动逃单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她气得拿起手机，直接在姐妹群里吐槽，姐妹们遇到极品了。台湾男生真的很小气，吃个饭居然借口公司有事跑了，还是我自己买单，真的有够离谱。什么玩意儿？第一次见面就这样，太不尊重人了吧？群里的姐妹们瞬间炸锅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有这么不懂风度的男人？他是不是根本没钱啊？这时女主才发现账单已经被结了，台南其实偷偷买了单。这下她更加气愤，他有钱请客，但就是不想陪我吃饭，什么意思啊？姐妹们开始分析，他是不是觉得你点菜点太多，还是他觉得你要他买包包，所以临阵脱逃？女主皱眉思考了一下，不可能吧？才20道菜而已，难道连这点小钱都舍不得？他会不会根本没想认真交往，就是想玩一玩？姐妹们立刻炸锅，那他更过分了。这种男人不值得，还是上海本地的男人靠谱？女主越想越生气，决定要好好治一治台南。而此时的台南已经回到家，一边喝着台湾高山茶，一边平静地刷手机。他知道女主肯定气炸了，但他完全不在意。没多久，女主的讯息果然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样放我一个人在餐厅？台南礼貌地回，不好意思啦，真的有急事，公司那边临时找我处理。女主冷笑，你就不能等吃完再走？台南，可是你点的菜太多了，我真的吃不下一夜。女主气炸，你早说啊，你可以说啊，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台南，哈哈，不好意思啦，可能我真的不习惯这样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女主的怒火。什么叫不习惯？你是觉得我奢侈浪费吗？台南很温和地回，可能吧，我觉得2个人吃饭点个4、5道就差不多了，20道真的有点夸张。女主，你不是说你经济状况不错，才几千块的餐费就嫌多？台南笑了笑，不是钱的问题啦，是习惯的问题。我们台湾人吃饭比较习惯适量点餐，吃多少点多少，你懂吗？女主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，她发现自己遇到了史上最难搞的男人，不但不被物质诱惑，还很难被激怒，甚至还温温和和地跟他讲道理，这简直太让人不爽了。她忍不住问，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拜金？台南，哈哈，倒也不是啦，只是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差很多。女主冷笑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没可能了？台南，不是没可能，只是你好像更喜欢物质多一点，我比较重视感觉吧。女主差点被这句话气到晕过去，她活了35年，
还从来没遇过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男人。他原本以为像台南这种体贴型的男人应该会被他吃得死死的，结果他居然完全不上套。这是什么奇葩生物啊？文化冲突，大陆彩礼 vs 台湾无彩礼，他越想越气，忍不住跟台南掰扯，你们台湾男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花钱？难怪我爸妈一直说台湾人穷。台南，不是穷啦，只是我们对钱的观念真的不一样。女主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说来听听。台南想了想，耐心解释，在你们大陆，结婚要彩礼，男生通常要准备房子、车子，对吧？女主，对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男人结婚就该有担当。台南，但在台湾，我们没有这个习惯。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，通常是一起努力，比较不会说男生一定要准备多少钱。女主震惊，什么？那你们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给吗？台南，房子如果有能力当然可以买，但不会像你们那样把结婚变成一个经济任务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女主，不懂。那你们台湾女生都愿意这样？台南笑了，当然啦，大家觉得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嘛，男生出一点，女生出一点，互相扶持。女主听得目瞪口呆，难怪台湾女生都那么能吃苦。台南，哈哈，不是吃苦啦，是我们比较讲求2个人一起经营。女主内心翻了个大白眼，所以你们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不愿意给女生花钱。台南笑了笑，也不是啦，如果是真的喜欢的人，当然愿意花，但不会是被要求的方式。这次谈话直接让女主的3观彻底崩塌。她原本以为自己只是遇到了一个比较抠门的男人，结果没想到台湾男人根本就没有彩礼这个概念。她开始怀疑，难道我从小被爸妈灌输的婚姻等于经济保障的想法，其实不适用于所有地方？她也开始思考，难道婚姻真的不该只是金钱交易，而是2个人共同经营？但她很快摇了摇头，告诉自己不可能的。台湾人太穷了，我要找的还是上海本地的精英男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直接回台南一句，你这样想，那我们确实不合适。台南也不拖泥带水，哈哈，那就祝你找到更适合的人咯。女主彻底被气炸，祝你也找到愿意 AA 制的女生。台南淡淡一笑，哈哈，拜拜咯。就这样，这场世纪文化差异相亲终于落下了帷幕。相亲结束后，女主回到家越想越气。她原本是想试探台南的经济实力，看看他是不是值得深交的对象，结果没想到台南不仅不上套，还直接用文化观念把他的世界观狠狠冲击了一遍。更让他郁闷的是，他本以为自己被伤害了，姐妹们一定会帮他出气，结果群里居然有人说，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，他请客了，算有礼貌吧，人家就是不习惯浪费啊，这很正常吧。其实台湾人真的都这样，不太习惯男生一个人出全部钱。不过他最后说话蛮温和的，也没骂你，算绅士吧。女主看到这些留言简直快要崩溃，你们到底是哪边的？居然帮他说话。有个姐妹委婉地说，可是你才第一次见面就要他买包点20道菜，会不会真的有点强势？这句话直接让女主破防了。她猛然意识到，这次的失败好像不仅仅是台南的问题，她自己可能也有点问题。现实的冲击，相亲市场的变化冷静下来后，女主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相亲策略。她回忆起自己这几年相亲的经历，发现越来越多的男人不愿意接受传统彩礼的模式，尤其是那些经济不错、有见识的男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是男人变抠了，还是整个社会观念变了？另一边，台南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他照常上班、运动、跟朋友聚会，完全没有因为这次奇葩相亲而生气或沮丧。他的朋友们听说了这件事，都哈哈大笑，哇，才第一次见面就点20道菜，太狠了吧？还要买包？
这真的有点夸张哎。不过你处理得很好啊，淡定不撕破脸，完全是高段位。台南笑了笑，哈哈，没办法啦，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不适合，早点发现也好。朋友们纷纷点头，对啦，结婚这种事最重要的还是三观一致。台南听完点了一下手机，把女主的联系方式删掉了，然后继续过着自己平静自在的生活。这场相亲世纪大战最终以女主的反思和成长画上了句号。婚姻最终还是要找到真正合适的人，而不是单纯的物质交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婷婷的分享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啦。